这次真的是有让我觉得非常兴奋，也让我有点感动到。那我很期待来跟大家分享这次实测 S23 Ultra 的心得。可以聊苹果爹。那这一次呢，我们到现在拿到手机，已经连续工作10几个小时了。虽然看起来很累，可你应该可以感觉得到，我应该展现出来的样子是蛮兴奋的。那我相信很多喜欢科技产品，或是每天都在期待一些新科技产品的人，那可能也会有跟我一样的感觉。每次上手这些新的科技，那在你实际测试那么久时间下来，然后你又体验到它进步的地方，然后又带给你很多惊喜的地方，这真的是会让人非常的兴奋跟感动。那在我手上呢，就是三星的 Galaxy S23 Ultra。那为什么这一次这么特别？为什么这一支手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意义蛮重大的？那以 Android 阵营来讲，三星的 Galaxy S 系列一直就是以一个大哥的姿态的存在。那不论是在新功能啊、硬体规格啊，或者在这些创新上面，他们总是走在很前面。那同时呢，他们在建构整个生态链的时候，也是稳扎稳打在走每一步。那近几代的表现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不论是萤幕，不论是规格，不论是相机，里面给的总是诚意满满。但是就是除了一个地方，总是会让它有点像是一个被牵制住的野马一样，有着很大的潜力跟爆发力，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出来。那今天的这一次，说真的，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是确认他们使用的处理器是由台积电代工的，真的是超级兴奋，因为我终于可以看到一台规格到顶、相机配备到顶，并在效能完全解放下的 Android 旗舰大哥。好啦，那我有点情绪化，我从中午拿到这只手机呢，很快的就把它设定好，放进我的 SIM card， 马上跑出去拍摄一天。那我们会来分享一些我们初步使用的心得，那不论是在它的续航啊、热能控制啊、拍照的表现、摄影的表现、夜拍、防手震，还有拍了一天照片、影片下来的续航能力，这些我们都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那开始前呢，我们现在感谢一下今天的赞助商，就是 UAG。那这次 UAG 呢，他们推出的 S23 系列算是非常有亮点吼。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后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六角形的磁圈？对，它就真正支援了磁吸无线充电。那大家应该知道啦，7 2.0 开始也会支援磁吸无线充电的规格，所以这次 UAG 算是提早开始布局。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介绍顶级测试款。那一样有分磁吸还有一般的版本，两个版本都有军用黑的颜色。那看你的偏好为何？磁吸版呢，支援市面上的磁吸配件，都超过军规防摔的等级，杜邦 Kevlar 防弹纤维材质打造。那镜头框和萤幕也都完全有加高的保护，全版本都支援无线充电。那当然也附带了 S Pen 的开孔，提供10年保固。那再来呢，就是顶级版本吼，那一样有磁吸版和一般的版本，那超越军规防摔等级。磁吸版也一样支援市面上的磁吸配件。那磁吸版有碳黑啊，还有灰色版本。那一般版本呢，有红金、碳黑、灰、钛绿的版本。那它镜头框完全保护，边框也是加高保护萤幕，全版本都支援无线充电。那底部一样有 S Pen 的开孔。那再来呢，就是针对喜欢透明壳的观众那这次在全透系列里面也加入了磁吸的版本。那一样有提供一般全透版本，同样通过军规防摔认证。那镜头框和萤幕都有加高保护，抗 UV 也抗泛黄。那手感是非常的轻巧，那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一款。那再来呢，我们就要讲到简约系列。那这款也是很多人超爱的设计，同样通过军规防摔的认证。那镜头框和萤幕都有加高保护。那但它的设计就是非常的简约，大家也知道这个经典的 UAG 的颜色配色，同样通过军规防摔认证。那镜头框和萤幕都有加高保护。那下一个呢，我们就来讲实色系列。这个呢也是一贯 UAG 的经典设计那如果有观众想要这种设计语言，但不需要磁吸充电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一款。那一样通过超越军规级的防摔，镜头框还有萤幕都有加高保护。那再还有透色系列，那保有 UAG 一贯的设计语言之外呢，也让喜欢透明壳的观众多一个选择。一样通过军规防摔认证，镜头框和萤幕边框都有加高。那他们这次全系列的版本都支援无线充电的底部也都有 S Pen 的开孔。所以如果你购买了三星 S23 系列的产品，那不要忘记使用下面的链接来购买 UAG 的壳来保护你的手机吧。好，那我们首先就来切入重点这个台积电所代工的处理器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体验上的改变？那以效能和热能的测试来说，以我自己本身来讲，我比较着重于我一般自己会使用的方式。那我可能没有玩手游嘛，可是我常常拍影片啊，跟拍照片，那就在我一般会使用的方式测试下来，看看它的表现跟它的热能散热到底如何。那我们就用我先前测其他厂牌一样的方式来测试。我们就在我的办公室工作室，就连续拍摄一个4K 60帧的影片，它持续拍摄下的发热怎么样，然后它会耗多少电，然后整体的表现在这样持续拍摄1个小时之后到底如何？那我们就来看。那在我工作室的
室内温度大约是在25跟26度之间。那在拍摄开始时呢，手机上面侦测到的温度也是25到26度之间。从一开始呢，手机的电量是还剩下65%，那手机的温度是26度。那15分钟之后呢，手机的电量来到了60%，那手机机身的温度最高测到的地方是34.2度。那30分钟之后呢，它的电量来到了54%，那它机身测到最高的温度是36.5度。那在45分钟之后呢，它的电量来到了47%，那它机身测到最高的温度是36.9度。那在测完1整个小时之后呢，很棒，它手机完全没有热档，没有死档。那它的电量来到了41%，那它机身可以测到最高的温度也只有到37度。那这边的重点，我觉得可以着重在30分钟到60分钟之间。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温度只有稍微提升一点点，所以我们看到说它可能在这个环境下，大约就升到36、37度。那所以这一点呢，我是非常的惊讶，代表它热能控制是非常的好。那再来，我们在这样拍完之后，很多时候可能机身发热，它或许拍得完，那拿起来使用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热档啊，或者一些不顺畅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个拍完1个小时之后拿起来使用，在使用任何相机切换界面，使用任何 App 也没有任何卡顿的问题。那因为这个点呢，也是前几代比较多人抱怨的地方，那这一代是完全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所以是焕然一新的感觉，我非常的满意。那再来，我们就来看看照片。那我这边拍了非常多的照片，我们就先从白天的照片开始说起。好，那一开始我们就出去拍一些照片跟拍一些影片嘛。那白天的部分可能着重在这些地方，就是可能拍一些景啊，或者是用2亿画素去拍个照片。一般在白天光源好的时候，可能拍照片看起来表现都不差，都还不错，它成色都会很好。但是拍景是这样，当你混入人的肤色之后呢，你就会开始看到，不管是说它的差异性，或是说你的偏好，会出现非常多的改变。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拍摄非常多它的照片，那有的可能是白天在户外，有的可能是在室内。那我们也测试了，比如说人像模式啊，或是不同镜头的人像模式，长焦镜头的人像模式，你看它这边肤色的表现都是非常好。我觉得这种照片就是基本上你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修图，如果你今天只是要发上你的社群媒体。再来看这一张，我们特别挑了一个比较黑色背景，因为其实我们东方人黑色头发，然后配上黑色背景，那有时候一般的相机很容易在这个地方的表现会有点不是这么的好，那可能就是他在判断这个头发的黑色跟背景黑色的时候，会有一些亮度或是对比的差距。那这一次我看到他们的表现是非常的好。那我们也拍了2张不一样的照片啊，一张是用2亿画素去看，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头发眉毛的细节，那个真的是非常的夸张。那真的也是2亿画素的主镜头才可以拍到这样的细节。但同时间呢，你在拍摄2亿画素的照片的时候，我们在这一张的表现上面，我们也看到它的成色表现也是非常的好。那当然，很多人可能使用这个2亿画素的这个主镜头，他们想拍摄的是一些风景啊、一些大景什么等等。那你看一下，在这个户外的地方，可以看到我可以在101这边一直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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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富邦银行上面的字我都看得非常清楚。那可能很多人会问说，那这个2亿画素的照片，户外拍得好，那在室内的话会怎么样？那我们这边也拍一些室内2亿画素的照片给大家看。那也要提醒大家，你用这个2亿画素在拍照的时候，它的后面储存跟这个读取转换的时间会稍微久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拍这个室内贵妇百货下面的这个咖啡厅。那你去过的大家可能知道，它那边光源不算是非常的亮，它算是有，可不算是超亮。这个照片的成色也是非常的漂亮。很多人可能会问说，那你拍2亿画素到底意义是什么？那我们就来看这一张，这一张在室内手持，那2亿画素，可以看到它这上面这是什么？这是花吗？这是很多你肉眼完全不可能去看到这些细节，那都是用这样2亿画素的照片去拍才看得出来。哇，这个旁边这个核桃焦糖，所以那你说你会不会这样去放大照片去用？那或许你不会，可是你要想，如果你今天要发文，你今天想要分享照片的时候，或许你旁边拍到一些你不想拍到的东西，可能这个是陌生人或什么，那你拍了一个2亿画素的照片，你今天至少在发文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裁切。那这样照片你在裁切，我这个裁切已经非常多放大非常多倍，到这个地方，它的画质也是没有减损。那你要 po 一张这样的照片上你的 IG 上你的社群什么，它其实可以选择性，或是它可以去裁切的角度就多了非常多。所以你说这样的照片有没有意义？以我自己使用方式，我觉得是还蛮有用、蛮实用。好，那再来看到一个我意外发现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它的竞拍的部分表现非常的好。那我这边讲的这个微距竞拍，并不是使用超广角再去裁切，它是真的使用主镜头去拍摄的。好，那我就是说，那它到底可以多近？我要再近一点去拍。
拍，可以看到它后面的散景，这个完全都是自然的光学散景哦，这个不是那种什么人像模式再去做出来，这个完全是自然，因为我就是贴着这个物品够近，贴着这朵花够近，才能在它的前面跟它后面产生出这种散景。那另外呢，我又到了这个饮料罐这边，你可以拍到连上面的它这个压印的这个网点都拍出来，那这个也是用主镜头去拍的。那再来呢，我又去拍摄了这个杯子，我去尝试，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自然的散景，这也是没有开任何的人像模式。你看它对焦的这个价格的贴纸跟它后面的散景，那怎么证明给你说这个不是这个超广角裁切？你看我有在开启超广角，它后面的因为超广角镜头本身它的感光元件也没有那么大，那它镜头的画质也没那么好，自然的散景就没有那么的漂亮。那你再拉近一点点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杂讯啊，这些颗粒感，因为它是被裁切过的照片，但是这个就没有，这个就是主镜头所拍摄出来的。玻璃这边去放大的时候，你还是看到的是漂亮的散景。那长焦镜头的表现这一次也一样是10倍哦，最长的是10倍，可是它有3倍，那3倍你也可以拿来拍人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倍镜的表现。我们再看这个一般的照片，这个1倍、3倍、10倍，就是拍到最上面这边。这个 logo， 这个的话，如果你真的是要拍远处的话，当然是用这种10倍镜去拍的话，表现会是最好。好，那再来可能大家也会在意夜拍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夜拍的部分。那首先夜拍的部分，其实现在的感光元件，手机感光元件非常棒，在很多先前会开启夜拍的地方，它完全都没有开启，所以我要一直往里面走，找到比较暗的地方。但后来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够暗，才大概不到1秒，然后我再找到一个更暗的地方，因为我想测试说它在那种光源非常少的情况下，它的人的肤色成像怎么样，自己来判断。我自己是觉得非常惊讶。那现场看到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暗。OK， 那再我们来讲录影。那录影的话，这一次这个可能就是先前 Android 阵营稍微比不上另外一个阵营的地方，可是这一次呢，我自己实测比较起来，我觉得非常的满意。这个我一路上其实都是手持哦。如果这个1倍镜主镜头好像很多人都很稳定，对不对？那长焦镜头你稳不稳定？有3倍镜在拍，在跟拍的时候，大家自己看。超级稳定。那后来我想说，那可能我这样测试还不够严格，我可能要动一下，可能人跟着跑啊，人跟着动，没有抓好，它走越来越快，我有点紧张。我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顺畅度真的是超厉害，让我真的最惊讶。我觉得最明显让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次防守阵有多么的厉害。就是我其实是在拍夜拍影片的时候，那我这边其实没有要测试防守阵，我是要测试这个眩光鬼影的比较。你们可以看到鬼影在上下晃，鬼影上下晃，你就可以大概可以猜测出来我手机晃的角度有多大。但是你看下面这个房子，它有跟着晃吗？那真的是这个是很诡异，所以代表是说最外面那颗镜头制造出鬼影那个镜片在晃，可是里面的镜头，它的防守阵的模组是维持在一样的位置，所以才会造成这种你看到我这个鬼影晃动这么大角度这么大，可是它这个成像的地方是没有跟着做这样的晃动，它有一点前后收放，可是它没有跟着上下这样的晃动。那如果你去拿任何手机去做这样测试，或相机去做这样测试，你会看到整个画面是有很大的晃动。这个我觉得这一点你看非常明显的可以证明说，这一次的防守阵真的算是一个黑科技在里面。对，好，那再来就是一些夜间录影的部分。那我们到国父纪念馆，那我特别找到旁边那些比较，那这个灯都还没有，就是它有一些小路灯啊，那些台北灯节台湾灯节的花灯在这一区都还没开启，所以我们特别挑这边走进来。那我觉得这个表现是完全在一般人夜间会拍摄的地方，这已经比一般人会拍摄还要再暗一点，这个完全可用。那我就再走到一个更暗的地方，这边这个暗处的表现，那它有点背光咯。他的脸还算蛮清楚，然后我再看整个这边，大家应该可以猜到，就实际上是有多暗，不会有太多杂讯的。那这个表现其实对我而言，我自己已经觉得非常的满意了。好，所以评论来讲，我觉得这一次不管是在夜拍啊，还有夜拍人像啊，暗处的表现啊，真的让我最惊艳就是它的防守阵有超级大，我觉得可能算是现在业界第一哦，在手机里面表现第一的防守阵。好了，那大家从我先前的讲法都应该知道我对这一次的相机表现是非常的满意哦。那再来我们来讲到这个续航的部分，那我们刚刚有测试啊，在这个拍摄4K 啊，大概1个小时它怎么掉链，可那个毕竟是一个持续使用的状况。那我们现在续航，但我只是用了大概半天1天左右，我们来分享一下，我充电充到将近满98%，然后我就今天从1点开始出去拍，就在外面拍1天，然后拍到晚上7点回到工作室。我讲7点是拍完最后一支影片的时候是晚上7点。那到工作室之后，我来看我的电量是剩下50%，
看一下52%。那我这里面我拍了什么？我拍了208张的照片跟影片混合在一起。那在这里面2亿画素的照片我拍了28张，那4K 的影片我拍了30片，长短不一啊，有长有几分钟的，什么有没的。那剩下的150张的照片，那里面包括有一些是 Expert RAW 的照片，然后这个手机的状况它也是有 SIM 卡，那它一样有接了一些些许的通知。那这样到最后从98%掉到52%，这样的电量续航是好是坏？我只能跟你讲了，我们一起带出去的这2只手机，一个是我日常使用，那我们也是拿来做一样的拍摄比较，所以另一只手机你们自己猜是哪一只，反正2只拍了一样多的照片，一样多的影片。那另一只手机呢，它的电量是从88% 掉到21%，对，差距是蛮大。但是我们公平来说，另一只手机它接收的讯息通知稍微多一点。那我有接了一通讲了5秒钟的电话，但是我们就算扣掉这些误差值来讲，它的差距还是算蛮明显的齁。那所以我只能跟你说，从我的角度看起来，这一次 S23 Ultra 至少使用今天看到这样的比较起来，它的续航力我是觉得很可以，而且非常可以的。好，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快的测试心得的分享啦。那我都是用我自己会用的方式，平常会使用的方式，那可能拍照、拍影片、带出门啊，一般日常用法，那初步得到这样的体验。那我只能说我是很满意。那以我自己是拍照控来讲，对，这次我们其实有比较另一只手机啦。那这个因为它里面内容很多，我们下次影片再来讲。那我只能跟你说，不论是照片、影片、肤色或成像，那这2者之间的选择，我选择 S23 Ultra 的比例是90%，可能超过90%。那或许啦，很多人会说 Android 本身在照片上面的成色就是一个比较讨喜，但是现在连影片的表现都被追上来，而且你看那个防手震，那个是完全超前。那最重要的是，在我使用了这种情境下，用了那么多个小时，它没有发热。那我们还不信邪，回到工作室再把它放在那边，持续拍了4K 60帧的影片，再拍了1个小时，它一样维持在一个很好的温度，毫无卡顿，也没有要停止的现象。所以这样整体使用的体验来讲，真的很难找到去挑剔它的点。那今年在这只手机推出来的这一刻起，先前唯一落后的处理器部分也被赶上，我觉得或许会迫使另外一个阵营不再挤牙膏。那也或许对我们所有不管不分阵营的消费者而言，我们会再次看到一个充满活力跟充满竞争的市场。那我平心而论啦，我真的这次很高兴看到 S23 Ultra 这次在所有先前不足的地方完全补满。那如果你刚好就是在等着换机的 Android 用户，那恭喜你，你们现在有了一支高水准的旗舰机可以选择。对啊 ，Android 的老大哥终于归位了。那如果你是本来有点在观望、不太确定的那一种人，那我的感想是可以跟你说，这次真的还蛮值得一试的。好了，那再来我们会有更多不同厂牌的比较，一些细节的比对。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意义，你看起来觉得我做的影片还不错的话，那就欢迎大家订阅一下，然后持续关注我下一支影片。OK， 好，那感谢大家这次看完那么长的影片，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